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维森数码生活，我是哈利同学。我们继续上期的内容，为大家接着带来 R5、R6、ADX2 和5D4的横向对比。这次我们来聊一聊防抖。直到目前来说，佳能的单反都是没有一款是支持机身防抖的。你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购买带有防抖功能的镜头。而 R5 和 R6 这次都带有机身的5轴防抖，配合佳能的一些防抖的镜头，甚至可以高达8级的防抖。那机身的防抖到底可以带来什么优势呢？讲道理来说，防抖并不是什么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术。你如果用1/2的快门去拍一个在奔跑的人，100轴的防抖它都还是糊的。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，比如说暗光下拍摄相对来说静止的物体或者人物，你就可以依靠强大的防抖去尽可能的降低快门速度，来换取比较低的 ISO 值，以保证纯净的画面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当我们用1秒钟的快门的时候，这4台相机各自会有怎样的成像呢？好，这4台相机我们确保全部是1秒钟的快门，我大概每一台相机都拍了10几张左右吧，就选出来最清楚的那一张来做对比。我们可以看到 R5 和 R6 机身防抖的优势真的还是非常明显的，画面总的来说在1秒钟的快门下面还算是比较可用的。EDX2 就已经糊得不行了。5D4 也是非常的糊，比 EDX2 稍微要好一点点，但是总的来说也是差了非常多。那当拍摄夜间的风景的时候，用广角来拍，我相信手持的1秒甚至2秒钟的快门都成为了可能。那下面就是重头戏了，也就是作为一台相机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对焦的功能和连拍的功能。曝光如果不准，还可以后期补救；构图如果不好，还可以2次构图。但是如果没对上焦，拍糊了，或者是压根就没有抓拍到想拍的物体，那一切的后期都是没有用的。很长一段时间来，大家对于无反的刻板的印象都是无反的对焦没有传统的单反迅速，连拍也比较弱。那尤其是之前 EOS2 令人失望的跟焦和抓拍的表现，尤其的加深了人们对于无反对焦不好的印象。哪怕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索尼 A7 系列，我用的也比较多，我用 A7R3 用了很久。在 A7 III 之前的型号，在对焦上面和追焦的连拍上面，也没有说特别值得信赖。那我们都知道 R5、R6 这次最大的亮点就是精确的人脸和眼睛的追踪能力。那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先对比一下4台相机在单一的对焦点，也就是不开启人脸识别的时候，追焦能力是怎么样的。我们全都用中心的4幅对焦点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 EDX2， 我们一共拍了大概40张左右，合焦失败的有4张。下面是5D4，我们大概拍了20多张，2张没有对上焦。接着看一看 R5， 一开始对焦到了后面的墙，但是很快就回到了人的身上。整个过程拍了43张，糊了有5张。R6 拍了41张，糊了3张。后面又跑了几次啊。总的来说，中心的对焦点追焦方向不变的运动物体，单反和无反的成功率其实差的不是特别多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 AI 的长足发展，现在人脸识别、人眼识别，甚至动物的眼睛识别都越来越精准。那我们就看一下，将对焦模式调成最大范围的自动追焦、自动跟焦，打开相机的人脸识别功能，我们来拍摄不规则移动的人物，看一看4台相机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。好 ，EDX2 的表现还算是比较优异的，因为毕竟是运动向的旗舰嘛，但是偶尔也会丢掉移动的目标，并且合焦的成功率相对于单点对焦已经有所下降。
5D4下降的就更明显了，有多张虚焦，成功率已经下降到了大概只有一半左右。然而后面就精彩了 ，R5 和 R6 基本上可以说是张张都合焦，并且精确无比的找到了眼睛的位置，而且在人物转过去以后，还是能够牢牢锁定住后脑勺的位置，这样人物转过来以后，立刻可以无缝的追焦到眼睛，可以说是大大的提升了成片率，让我们可以放更多的精力在构图和与模特的沟通上面。那总的来说，单点对焦方面，单反和无反并不会有非常明显的区别，尤其是无反，如果对比 ED 系列这种顶级的单反机身，区别就更小了。但是，一旦涉及到拍摄不规则运动的人物，需要运用到人脸和眼睛的识别的时候 ，R5 和 R6 这类无反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。可以预料到，随着未来的算法的进步和机身的性能的提升，相比较我们传统那种单反的对焦方式，以后摄影师对相机的对焦操作，和反应的能力的门槛将会进一步的降低。那以后大家比拼的更多的就是摄影师本身的审美，以及如何与模特更好的去沟通情绪。好，这一系列比较下来，相信大家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。无反的崛起绝对不是空穴来风，单反是否已经英雄迟暮呢？我相信大家也已经有自己的独到的感想。那在这里跟大家稍微说一下，我们 R5 最近使用下来发现的问题，首先就是电子快门下果冻效应还是存在的，只不过相比较前代而言有明显的改变。CMOS 的读取速度虽然还是很快，但是果冻效应的产生还是无可避免的。那在追拍快速移动的物体的时候，想要避免掉果冻效应，还是尽量要使用机械快门。其次，我们发现无反普遍在开机的速度上面要慢于单反。R5还会偶尔有开机特别慢的时候，大概可能几十次开机会有一次开机的时间可能会达到5秒到6秒，这可能是我们这台机器的个例，但是对于婚礼的摄影师，或者是那种拍摄即时的现场、特别重要的会议、比较多的抓拍的场景的摄影师，这一点稍微要注意一下。好，那这期的佳能单反无反大乱斗就到这里了。正在使用佳能 ED 系列和佳能5D 系列的你们，应该也能够对是否要换到无反系统有了自己的一些判断。如果我们的视频能够多多少少给各位提供了一些帮助，那么请帮忙转发，并且一键3连，这是我们做内容最大的动力。还有记得订阅我们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。